摸清了右边的走廊，看样子现在只有左边的走廊才是安全的。如果这条走廊真的只允许一人通过，那么就是我了，拜拜了各位。说完，他就大步的跑了过去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光头男刚踏出2、3步的距离，他就在一声惨烈的哀嚎中变成了片片血花。原来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物，2条都是必死之路。面对死局一样的困境，我忍不住长叹一口气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沮丧感涌上心头。好不容易才通过了前几关的挑战，难道说终究还是要死在这里吗？可就在这时，青青说话了。我好像发现了一个规律。青青的话瞬间把我们的求生欲又重新勾了起来。什么规律？稍等，我再确定一下。只见青青用卫生纸揉了2个纸团，然后先将一个纸团扔到了左边的走廊。只见那个纸团刚落地，就瞬间被刀刃直接绞碎。紧接着，青青又将另一个纸团扔到了右边的走廊，但这次纸团却并没有被瞬间绞碎，而是过了大概有5秒钟的时间才被绞碎。果然和我猜的一模一样，我们好像能活下来了。看到这，我和小美也瞬间来了精神，忍不住向青青询问原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青青则抬手指了指左侧的走廊。在第一位大叔闯关失败后，我就一直盯着左侧的走廊，而当第2名光头男走左边走廊处发机关时，我发现了一处细节，那就是在刀片出来的一瞬间，我竟然看到上面有残留的血渍。很显然，血渍是来自第一位大叔的，也就是说，其实2条走廊共同使用了一组刀具，而刀刃是无法同时兼顾2个走廊的。他们大概有5秒钟左右的空档期，如果当刀刃攻击左侧走廊时，那么右侧走廊就有5秒钟的时间是安全的，反之同理，而这5秒钟的时间足够让我们可以安全跑到走廊对面了。听完青青的话，我和小美恍然大悟，眼看时间只剩下最后1分钟，青青立刻脱掉身上的外套，将其扔到了左侧的走廊上，衣服在落地的一瞬间直接被刀刃绞碎，而我们则利用这个5秒钟的空隙，疯狂地向对面跑去。虽然过程十分狼狈，但我们3人好歹存活了下来。此时，熟悉的喇叭声再次响起，恭喜你们成功完成了所有考验，现在你们自由了。大概过了几秒钟后，喇叭里传来了一道和之前完全不同的播报声，像是电台的主持人。突然接到一则快讯，今天早上8点30分，一辆公交车突然发生剧烈爆炸，车上共有58名乘客，现已确定有55名乘客抢救无效死亡，而剩余3名乘客仍在抢救中。这时，一道耀眼的光芒出现，再次睁开眼，我发现我正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。很显然，我们3人成功回到了正常世界。一期间，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：惨案，美孚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瞪大眼睛，因为我所在的公寓就叫美孚公寓。下一秒，门上传来了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我吓得一激灵。现在刚好是5月2号，我爸妈带着我妹出去旅游了。由于我还有个课题要完成，便留在了家里。刚刚那声音像极了有东西用长长的指甲在门上摩擦发出的声音。